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地铁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艺术长廊。自1950年通车启用以来，艺术家们的创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他们用自己的奇思妙想，赐予每一个地铁站以生命，真的是做到了一站一风景。迄今为止的100个地铁站，分布在全长105.7公里的地铁沿线上，被清晰地划分为红、绿、蓝3条线。在上个世纪50年代，把艺术带入地下这个想法，首先在地铁中央站实现。白色岩壁上，一组组地铁建设者的蓝色剪影，描绘了一首辛勤劳动者的颂歌。此站的设计主题是古代雅典奥运会，巨大蓝色橄榄叶蔓延在白色岩壁上。作为红、绿、蓝3条地铁线的交汇处，地铁中央站每日上下班高峰都是人潮汹涌，脚步匆匆。静谧的蓝和清爽的白平抚了行人焦躁的情绪，内心都仿佛获得安静的力量。坐着电梯进入黑白琴键相间的通道，不禁浮想联翩。此刻来到的车站叫做国王花园站。地如其名，国王花园站大概是所有地铁站里装饰最为繁复而华丽，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地铁站。据说有人来斯德哥尔摩旅行时，会专门把地铁站作为打卡目的地，那这一站一定是必来之地。此站周围有国王花园、皇家歌剧院等一众古迹，甚至地铁所在地就曾是17世纪一座名为马卡洛斯的小宫殿。在这个迷你考古遗迹中，各种充满历史风情的物件遍布其中，使得人们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，穿越回17世纪。错综分布的古典雕塑、巴洛克墙基、罗马柱式、色彩斑斓的彩瓷拼贴，以及红、白、绿拼接的长条状地砖，充满着戏剧性与意外感，却又能轻易俘获每个行人的心。即便不太懂得这些设计、花纹、雕像的故事由来，仅仅从艺术的角度来欣赏，也是叹为观止。下面这一站还没从电梯下来，眼睛就被眼前的五彩斑斓点亮了。它叫做西部森林站，是地铁蓝线2条支线汇合的地方。设计师的灵感来源于神秘主义空无的森林，无论是彩瓷拼贴而成的热带鱼、不规则的几何图形，还是2个月台中间的彩色铁艺装置，都充满了童趣和想象力。鲜明的色彩点缀在原始粗犷感的岩洞中，不禁惊叹于北欧设计的独特魅力。身在其中，仿佛漫步鸟语花香的森林，鲜活生动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电梯穿梭在烈焰般炽热的绯红中，这一站令我印象最为深刻。它就是设计师在瑞典社会工业化的鼎盛时期1975年的作品索尔纳中心站。鲜红配墨绿的颜色搭配并不突兀，反而带来一种莫名的震撼感。整整1000米长的墨绿色冷杉生长在绯红色的炽烈天空下，表达出人们对20世纪70年代瑞典工业革命顶峰时期出现的乡村人口减少、环境污染、野生动物灭绝等一系列生态恶化后果的担忧和反思。人们对户外生活方式的向往寄托在森林、野生驼鹿等墙绘图案中，追求环保的深度意义可见一斑。下面这一站孩子们一定喜欢，
它叫做滕斯塔站。滕斯塔站所在区域当年有大量移民迁入，艺术家借由此站呼吁大家要珍惜最简单纯粹的人类情感，团结友爱。一朵硕大无比的粉色玫瑰在热情欢迎着外来移民。卡通风格的地铁站在斯德哥尔摩有好几个，但这一站可谓最萌地铁站。整座地铁站的气氛像游乐园一般热闹欢愉，各种可爱爆棚的元素从地面延伸到墙壁，仿佛踏入一个布满小朋友蜡笔涂鸦的原始岩洞，亦或是误入北极的海洋公园。又囧又憨的海狮和列队欢迎的企鹅家族讲述着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，童心不知不觉被唤醒了。海豹、大嘴鸟、驯鹿、大象和骏马悠然地在墙上陪伴着来往的行人，每一个角落都满溢着设计师特有的细腻和童真，瞬间将行人的心萌化了，感觉自己都想拿起画笔在墙壁上添加上自己的创作。太阳浮雕微笑着迎接来往的行人。这座地面上的车站就是绿线的托里尔德计划站，它的名字和附近一个同名公园都来源于作家托马斯·托里尔德的名字。蘑菇、水管、砖块和白云，像素块是显而易见的主题。有没有想起小时候玩过的游戏《超级马里奥》？下面这一站可以说是红线最著名的网红打卡景点——体育场站。这些七彩墙绘是艺术家为了纪念191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第5届奥林匹克盛事而设计的。蓝色的墙壁犹如蓝天，一道彩虹横跨于岩壁顶上，让人仿佛置身晴空之下。彩虹意象同时也与每年举办的斯德哥尔摩同志骄傲节相连接。出口处大大的 M 和 S 分别代表瑞典音乐学院和瑞典奥林匹克体育场，让人一目了然。下面这一站是理工学院站，成立于1827年的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是瑞典最古老的理工科大学，因此这站的设计也带有强烈的知识科研与教育色彩。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巨大的正多面体，代表柏拉图的土、水、火、风与以太等5种元素，同时又像是照亮周遭混沌与迷茫的明灯。此外，站内还有许多历史上重要的科学事件描绘融入其中，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以及牛顿3大定律等等。沿着红线继续往前，这一站乍一看貌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可仔细看看墙面上的文字，便可感知这是一个颇有文化的车站。它并没有用别出心裁的设计去夺人眼球，而是用内涵取胜。它就是因临近斯德哥尔摩大学而命名的大学站。始建于1878年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是瑞典国立大学，拥有人文、社会科学、法学、自然科学与数理等领域系所。迄今已经有15位校友及教职工曾获得了诺贝尔奖。为了匹配与契合其知识分子气质，大学站的设计明显的学院派了一些，相对朴素和简洁了许多，仅仅采用各色的马赛克瓷砖拼贴出自然科学公式、符号和人文科学的哲理箴言，凸显出它综合大学的特色。
一面面知识墙，仿佛我们学生时代的课堂笔记，将每个重要的知识点清晰地呈现出来。仔细看一下这些知识墙，有没有唤起你学生时代埋头苦读的记忆？又有哪些知识点是你永生难忘的呢？最后，别忘了找到人气打卡点逃生墙哦。这站的主题是立方体天空，天空被搬到了地下，与它的站名苏尔纳海滩站非常吻合。艺术家将蓝天白云散布在各个角落中，在地铁站灰暗空旷却又略显压抑的常规空间中，取得了光与暗的平衡。各个角落里悠游的白云，打破了乘客在逼仄灰暗的地铁空间中的习惯性思维，迫使乘客放慢节奏，进入禅的意境，心绪一瞬安宁。一幅镶嵌了金色的精美图腾，将我们带到了另一个特别的车站——伦克比站。这一站的主题是维京时代的旅行者。原来这个区域在挖掘过程中发现了维京时代的遗迹，艺术家的创作正是以此为灵感来源。维京时代的发现被艺术家放大成巨大的墙壁马赛克，在锈红色岩壁的映衬下闪闪发光。岩洞拱顶垂挂的镀金雕塑就像一个巨大的金色太阳，它的花瓣造型也有船桨的感觉，让人想起古代的水上旅行。沿着南行列车的轨道，可以看到鸟儿飞向行进方向。伦克比还是符文池最丰富的地区之一，金光闪闪的符文和图腾呼应着维京时代抹不去的记忆。在斯德哥尔摩，地铁已不仅仅是一种出行的交通工具，作为艺术回归大众的典型代表，斯德哥尔摩的每一站都可以成为人们心之向往的所在，让大众感受艺术，拥抱艺术，并由此爱上平凡的生活，珍惜活着的每一天。这个世界最长的艺术长廊做到了。